击倒，但是非常提示性。是，哎，机会，落马很有意思啊。是，让裁判证明的是起跳。哎，够呛，哎，别打喽！TKO 技术性击倒，恭喜王俊光，恭喜中国格斗，恭喜王俊光！中国再出一员猛将，国际擂台首秀踹飞 WKN 双料世界冠军。王俊光，中国小级别中最强的拳手之一，他的打法生猛凶悍，强劲硬朗，充沛的体能支撑着他源源不断的重拳输出，特别是对上日本选手，无休止的重拳就像机关枪一样，根本不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。狂暴的血脉压制，残暴的战斗风格，一度令日本格斗界谈之色变。2017年，王俊光更是东渡日本，在日本东京的擂台上硬刚日本3个级别的无敌王者武尊，双方鏖战3回合，王俊光硬生生的把武尊的脑袋上打出一个鹅蛋般的大血包。打遍日本选手后，王俊光便把目标瞄向了更高的国际擂台。这是王俊光万冠军赛的擂台首秀，匹配的对手是 WKN 踢拳和泰拳的双料世界冠军费德里克·洛马。洛马职业战绩64胜4负1平，胜率高达 93%。而且更可怕的是，洛马的64胜中32场都是通过 KO 获得，50%的 KO 终结率足以令人心惊胆战。豪华的战绩就是洛马自信的源泉。对于这场比赛，他非常有信心。其实这场比赛，王俊光是不被看好的一方，是被安排给对手刷战绩的垫脚石。但王俊光抓住了机会，他用这一战惊艳了所有人。我们来看一看他登陆万冠军赛的首秀。在今年8月份，当时也是50风和 Infusion 的那个融合赛当中，王俊光呢通过一个转身踢赢下了对手，拿到了 Infusion 的这个量级的冠军。那么带着这个冠军的头衔来到万冠军赛，绝对是实至名归的。看看他的第一场比赛怎么样啊？虽然这是王俊光的国际擂台的首秀，但他的状态非常松弛，各种鞭腿正蹬配合着拳法不断输出。反观洛马则打得相当谨慎，双手始终严密抱架，并不断压缩王俊光的移动空间。他的目的非常明确，就是在憋着重拳等 KO。但王俊光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，硬碰硬顶着拳头就是往里干。漂亮！拿下2个重击的王俊光开始越打越快，越打越凶。出色的节奏和距离的把控，使他总能在对手出击前提前做出预判。王俊光今天这节奏抓得好的在对方出拳的这个节奏之前，总是王俊光先打。漂亮！王俊光一脚踹飞落马后，紧跟着又是一脚蹬向面门，非常提示性。是。机会！哎，打倒了，洛马能起身，打倒了，洛马站起来吗？裁判第一次读秒，起身后的洛马还在强装镇定，但已经明显步履蹒跚。短短几秒钟，洛马就已经2次被掀翻在地。王俊光已经完成了一次击倒了，王俊光现在应该是兴奋的，比赛非常的强势。洛马至今还未打出一次有效的进攻，心急如焚的他刚要发起冲锋，又被王俊光一拳砸翻在地。这一下第二次击倒，洛马第2次被读秒，要想获胜已基本不可能，除非逆风翻盘。只可惜王俊光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，扑上去就是一记正蹬踹开防守，疾风骤雨般的重拳瞬间倾泻而出。别打喽 ！TKO 技术性击倒，恭喜王俊光！恭喜中国格斗！恭喜王俊光赢下这场比赛，非常的漂亮。王俊光用这一场强硬的、无可挑剔的胜利，打破了所有人的质疑，完美的实现了个人的国际擂台首秀。一场比赛1次踹飞3次击倒，王俊光用自己的拳头向全世界强硬的彰显着最硬核的中国力量，也让人们牢牢的记住了这个黄皮肤的中国面孔。万俊光，年轻的王俊光为他在万的较量开了一个好头，黄金男孩。当这个男人给对手跪下的那一刻，我在想，这个男人简直太怂了。但是等我看完整场比赛后，我才意识到是自己的格局太小。这才是一场真正男人之间的对决，2个铁血硬汉飙血狂拼，铁人罗唐的重拳利肘不断的输出，打得对手血肉模糊。但是面对实力强悍的罗唐，对手并没有选择放弃，明知不敌对手也要毅然亮剑。擂台上你可以击倒我，但绝对不会击垮我对胜利的渴望。看到台上2个铁血硬汉的飙血狂拼，台下的观众全都屏住了呼吸，变得鸦雀无声。此时只能听到场上的拳腿碰撞砰砰作响。第一局比赛，对手毅然的擦掉了脸上的血迹，继续战斗。这一刻，对手充分的诠释了什么才叫男人。看到血肉模糊的对手，罗唐已经不忍心再下重手，开始不断的后退躲避对手的进攻。看到对手已经神志不清，罗唐果断收手，并直接跪了下来，恳求对手不要再打下去，因为再打下去，罗唐真的怕对手会出现生命危险。明白罗唐的好意后，对手也果断收手，并坚定的站在原地。上一秒2人还在为荣誉而战，下一秒2人深情相拥，相互跪拜表达敬意。赛后罗唐并没有去庆祝比赛的胜利，而是第一时间跑过去帮对手处理伤口。因为擂台上他们只是对手，并非敌人，因为英雄相惜，他们更懂得生命的珍贵。罗唐这一跪不仅跪出了谦逊和尊重，更跪出了武德和格局。这血迹斑斑的擂台上，这温情感人的一幕100年难得一见。注意看，中国小伙友好碰拳，日本拳手却直接无视废弃偷袭，结果被中国小伙一顿毒打，堵在龙角狂轰几十拳，当场 KO。一场劲爆的暴力美学。这个无视擂台规则的家伙，就是来自日本的浪人吉田晃。赛前就口出狂言，要好好教训一下中国选手王俊光。中国での最初の一戦です。対戦相手は
若くて強い選手だと聞いています。大金链子莫西干，中国黄金男孩王俊光，中国小级别中最强的拳手之一，国际擂台首秀就踹飞 WKN 双料世界冠军。他的打法生猛凶悍，强劲硬朗，充沛的体能支撑着他源源不断的重拳输出。起跳，够呛，够呛，别打喽！GKO 技术性击倒，比赛结束了。众所周知，凡是遇上日本选手，中国勇士向来都是自带暴击的加持。面对日本人的挑衅，王俊光并没有多说什么，心中暗自憋着一股劲，上了擂台就让你见识到什么叫血脉上的压制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比赛开始后，小日本居然直接无视王俊光的碰拳，上场就是一记飞膝偷袭。面对小日本的无耻行为，王俊光也毫不客气，大摆拳直接开搂。王俊光本次呢也是观看了好多这个日本新 K1 比赛的这个视频，模仿日本选手的这种粘着性打法，他希望用这个一样的方式来克制对方。是以彼之道还治彼身，王俊光趁对手出腿瞬间头部出现防守漏洞，一记摆拳直接将小日本砸翻在地。陈次。这个从这一段时间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王俊光整个在进攻当中全体组合进攻的非常有意义。吉田榜的战绩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是4胜3负1平，听起来并不是非常的显赫，是，但是他4胜里有3次是 KO 对手，对，这个还是非常可怕。这个选手就是一个重击型的选手，并不打算在场上以点数或者规则来赢下比赛，是，就是希望终结对方。王俊光始终占据龙心的有利位置，不断压缩对手的移动空间。两位选手都有终结对手的能力，就看谁更硬，谁更能把握住机会。王俊光步步紧逼，把小日本逼到边网就是一顿狂轰乱炸。王俊光开始了，王俊光最具特色的就是这个高密度对攻。刚才那一刻，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印象当中最喜欢的王俊光。对，没错。小日本被打得连连后退，王俊光一记正蹬过后，紧跟就是凶狠的摆拳出击。张开印啊！好，继续王俊光飞起！哇！这场比赛王俊光这个动作啊，非常有感染力，打得非常兴奋。第一局王俊光就让小日本为自己的偷袭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但最精彩的还在第二局。好，第二回合呢，这一回合即将被强势的除了8秒的话，在分数上会出比较大的劣势。是，所以最关键是今天好像没有找到这个今天我把机会啊！两个人对攻啊！非常漂亮而且力度高的对攻。一番激烈的近身火拼过后，王俊光死死地盯着对手，始终在寻找那一击必杀的机会。还是在找机会，往前走，往里靠。王俊光就是在找机会输出对攻。又开始了，小日本终究还是拼不过王俊光，起身后脚步依旧踉跄，裁判第2次读秒。同一局内读秒3次，累计局内读秒5次，裁判会直接终止比赛。这一次击倒后，小日本再也没能爬起来，王俊光仰天长啸，现场观众高声呐喊。王俊光把小日本堵在龙角，高频的重拳出击，一次次的将小日本打躺在擂台上，这才是中国力量。比赛结果，红